大家好，我是 Tiny， 今天给大家带来高难度技术镜头拆解的第3期。我们这期分析3个片子，我们先来看第一个片子。这个片子是在 Behance 上最近发布的一个比较新的一个片子。然后我们先看一下，它也是由经典的这几个软件来制作。我们看一下。这个片子的话整体比较长，但是用到的技术相对而言的话没有那么复杂。我们从头开始看一下，像这个镜头的话，直接可以用 K 帧的方式来完成。像这种动态的话，也是像 CCD 的扭曲啊，或者是弧顶里面的 band 都可以。然后这个镜头的话，就是使用的是 Vellum 或者 CCD 啊布料，也比较容易完成。这也是一个典型的一个 Vellum 的一个镜头，就是你首先要第一帧的话，你要将这些模型做好，然后给一个向右的一个风场就可以了。这个镜头的话也是，这个镜头其实难点是在于一开始你要将这些布条变成这种大脑的一个形状，所以你这个前期的话，你要将模型，然后可能需要有一个类似于那个大脑的一个模型，然后将这些布条最开始模拟，然后吸附到。也不是说吸附吧，然后就掉落在这个大脑模型的一个表面。然后做完这个之后，我们再做第2次模拟。第2次模拟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个放大的一个过程，对吧？放大的过程，所以我们需要对它的一个restless 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在close 这个地方。需要对它做一个 K 帧的处理，当然我们是在solver 里面solver 里面使用这个 Vellum Constraint Property， 对它的这个组别 Stretch 这个组选中这个组别之后，在这个位置，你直接可以在这个地方做一个 K 帧，从K 到 1.1 或者 K 到 1.3， 这个是其中的一种方式。第2种方式的话，你可能就需要使用 Vest Blend， 是吧？将2种布条，一个小一点的，一个大一点的做一个混合，但是这样就比较复杂了，对吧？所以我们实际上只需要使用这个我刚刚讲的这种方式，去处理。然后这个的话就是它看起来是比较复杂的，但实际上也是一个 Vellum 的一个模拟。怎么做的呢？我做了一点点简单的测试，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首先是一个平面，然后我们对边缘的部分绘制了一个 mask 属性，是吧？然后给了一个 mask 1反向了一下，是干嘛用的呢？这两个属性
第一个 mask 1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第一个 mask 1属性的话，就是我们对它的跟那个布条的那个放大的那个方法是一样的，就是也是对这个 stretch 这个组别它的 rest scale 做了一个放大。然后第二个使用 mask 1将中间这一部分给它固定住，对吧？然后我们最后就得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效果。当然这个因为它模拟的比较剧烈嘛，所以我们对它的一个时间 retime 了一下，并且使用 channel filter 这个节点，将它的一个抖动降低，就达到一个类似这样的一个效果，对吧？中间是固定的，然后边缘有一个发散。然后这个的话，其实比较有意思。这个的话就是它其实是只是对那个线条样条做了一个同样的，还是我讲的对它的 rest scale 做了一个放大。然后后期的话，通过 poly extrude 将这个样条变成一个面。你虽然看着它好像是布条渲染的，但实际上它是用那个样条去参与模拟的。包括这个地方的话，你看，如果要达到这样一个效果，其实就是对这个方向的一个样条给一个 rest scale， 让它比周边的要大一点。模拟的时候，它就会有这样一个效果。其实这个效果的话，我在之前的这个项目中使用到，其实就是这个方法，看到没？一模一样的。这个就是比较简单的一个 vellum 样条，然后固定到底面。这个的话，你用样条也可以啊，你用布条也可以。你如果让它的模拟更精准一点，你就用布条，然后底面固定，然后给一个向上的风场，加一点噪波。这个的话，这个我在后面也有类似镜头，我一起讲。像这个的话，就是每一个点，你可以让每一个点发射这里是发射了四个点，然后让它们拥有相同的 ID 值，通过 add 节点将它们连接即可。然后这个的话就是我前面那个镜头嘛，其实这个镜头这个效果也比较简单，它有一个核心节点，就是我们讲的叫 collect adjacent pieces。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首先让这个点动起来，对吧？这里我都没有使用模拟，使用这个 mountain 的方式给了一个 animate， 是让它动起来。动起来之后，通过这个 collect adjacent 选择一个合适的搜索范围，它就会形成这样的一个样条。然后我们与原始的这个点结合起来，它就能达到一个类似的效果。这个其实这种效果应该是在2D MG 动画里面比较做吧，它是类似于我们说的那个鱼群效应、群集动画之类的。然后这个的话，这个如果让我来做的话，我就是反向来做，就是我一开始会搭建一个这样的一个模型，然后我们只会模拟几帧，让它不要有穿插。答完之后，我们再做一个正向的模拟，就是 Pulley Solver RBD 的一个钢体模拟，让它们落到地上，然后我在最后渲染的时候给它反向一下，是吧？它就有这样一个效果。然后这个的话也比较简单，其实就是我也做了一个简单的测试，就是它会在一个发射点之后，然后给一个，其实这边就是给了一个吸引场 ，pop out tract 给了一个吸引场，看一下，就给了一个吸引场，
然后最后后期的话，我们通过 trail 将每一个点给一个合适的一个拖尾，也就是说每个点后面拖了一个尾巴，然后这个由于它们每个点有一个 ID 值，相同的 ID 值，所以相同的尾巴，我们可以通过add 这个节点将它们连接起来，就达到了这样一个效果。这个也是前面那个一模一样的一个效果。这个其实也是拖了个尾巴，就是我们讲刚刚我用那个就是 trail 加 add 可以完成这个效果。拖的尾巴怎么去制作？然后这个的话，其实就是需要你先做好样条。然后样条上的这个撒一些点，跟随这个轨迹来运动。好，这些的话应该就是 MG 动画了。好，这是第一个案例。我们看第二个案例。AI 清洁时代正式到来。云鲸首创 AI 感知系统，识别超200种物体。根据不同家庭环境，自动适配清洁方案。全新活水履带设计，轻松席卷顽固脏污，拖布实时自清洁，45度热活水洗涤，清洁更彻底。履带动态外扩，毫米级贴边清洁。22000帕强飓风吸力，纤尘不留。整鸡毛发零缠绕，真正实现清洁免维护。边角动态深度清扫，不留遗漏。首创地毯深度清洁模式，双向清扫，灰尘无残留。超薄机身设计，全屋丝滑穿行。你好，云鲸，无需特定指令，沟通更自然。行业首创自清洁免维护系统，自动冲洗所有脏污链路，时刻洁净。全链路高温抑菌，健康更安心。简约美学设计，云鲸逍遥002 AI 活水履带洗涤机器人，强劲碾压，席卷一切。因为有些朋友他需要他。身在就是国内的话，它这种类似于这种扫地机啊，或者是这种机器人之类的这种应用的场景比较多，所以他希望我能讲解一下这种类似的一些特效镜头。然后刚好我是做过这种类似的这种片子，像这个片子其实里面的特效基本上都是我来做的，所以我就拿这个片子来简单分析一下。我只讲我制作的部分。像这个的话，我当时制作的话，其实就是2次模拟。第一次模拟的话，就是你用一坨水，就是用一个发射源，或者是用一个球体直接落到地上，然后它不是会摊在地上一滩水嘛，然后你在模拟完之后，它不是点嘛，你将这些点手动去删除你想要的，删除成你想要的一个初始形态。然后第二次模拟的时候，注意2次模拟都使用的是 Fluid， 就是 Flip 的那个模拟器。然后第二次的话，我们也使用 Flip， 将这个点放在地面上，然后这样过去的话，给一个吸引的一个立场，这个立场也是一个自制立场，
当它靠近的时候将它吸过去。同样，这个镜头也是一样的。全新活水履带设计，轻松席卷顽固脏污。这个的话，当时不是我做的，但是我可以简单讲一下。这个地方的话，其实你可以让这个地方做一个发射源，然后就是发射点嘛，随机发射一些点，将点变成一个后期的话变成一个球体。注意你要给一个碰撞体啊，给一个类似的这样一个力场，一个重力，然后一个这个方向的一个斜向上的一个力，加一个重力，它就会有这种自然的效果。后期让它变成一个球体就行了。啊，这些都是比较简单的，就是水的一些模拟嘛，或者你都可以直接水面给一个噪波就可以。15度热活水洗涤，清洁更彻底。履带动态外扩，毫米级贴边清洁。2万两。这个的话是个中远镜头，但是我实际上制作的话，制作的时候还是制作的比较精细的，就是我们要考虑到它首先它的一个镜头的一个要求，以及它镜头的一个是中景、远景还是特写。像这个的话，我实际上是怎么做的呢？看一下啊，这个地方实际上我是用的点的模拟，就是第一次的话，我们也是将这些点撒在这个它的一个经过的一个渠道上面，然后我们再通过那个 PopNet 一个模拟，经过的时候也是给了一个立场，靠近的时候它就往里面吸。其实里面当时做的是它不只是往上，然后它还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立场，它会被吸进去，它一个吸进去它的垃圾舱里面，然后而且还做了一个这样一个，就是我是一开始是做了这样一个，就是因为它不是在两边嘛，然后我还让它往中间吸，做了几个立场，是吧？以及然后往上这样一个立场。但是它考虑到它又不是特写，所以我是用的点模拟。用点模拟的话就非常的快，然后后期的话将这个点替换成这个石头跟这个毛发，然后就可以完成这样一个模拟镜头。飓风犀利，纤尘不留。包括这个镜头的话，实际上也是一个立场啊，也是点的模拟。我们要注意到这个镜头的一个要求，以及这个制作的一个效率嘛。所以我们像这种镜头的话，它如果不是那种非常精细的慢动作特写，我一般都是这种情况，我都是用点模拟，是吧？撒点，然后后期克隆上去，然后也是给了一个立场。它其实它不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方向嘛，所以我们自制立场的话，也是跟随着它点的模拟会跟随着它往这边动，然后后期我们将它换成这个球体啊，换成这个石头啊，以及毛发这个垃圾，这个也是这个的话相对而言就是会特一点，是吧？特写一点。所以这个毛发的运动的话，我是怎么做的呢？这个毛发其实我也是用的点，但是你会发现这个毛发它是有运动的，对吧？它是怎么做的呢？就是我们在克隆上去的时候，最后这个毛发本身就带有原地的一个运动，那么你克隆上去的话，它就比较真实，是吧？这个效率结合点的这个模拟制作的效率就会很高。然后这个镜头应该说最麻烦的几个特效之一，一个是这个，就这个就是这个镜头的话，其实也是做了大概2到3次的一个 Venom 的一个模拟 ，Venom 毛发，就是第一次你要精准的它是有2撮吧，一撮还是2撮？对，第一撮是进去了，然后第二撮的话，它需要有一个反缠的效果，所以第一次模拟的话要刚好碰到它，而且你不能够甩开，所以你要让它附着在这个碰撞体这个毛刷上面，然后第二次反过来的时候，停在这的时候，让在它有一个吸进去的一个效果。反正这个当时是测试的时间是比较长的。
实现清洁免维护。然后这个地方的话，这个地方其实有几个部分啊，一个是这个外面的垃圾收进去，第二个是这个滚筒上面有些毛发随着动，对吧？我们先讲这个外面这个部分的话，也是点的模拟，然后它就是这样进去，然后这样进去，点的模拟，然后后期将这个石子呀、毛发呀克隆上去，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其实就是这些螺旋线缠在这个滚筒上面，然后你给一个这个方向的运动，对吧？随着它在运动，然后这个螺旋线的话本身有一个点的线的一个模拟 hair 的模拟，或者是你看它的要求吧，或者是你给一个mountain 的一个运动都可以。然后这是第二个比较难、比较复杂的一个镜头，就是我们看一下，它需要第一次过来的时候，它有几个要点。第一个是你这个毛刷你要贴墙嘛，所以它有一个自然的运动，自然运动看到没？自然运动。然后第一次吸过去，你又不能够把所有的这个垃圾吸进去，它需要留一点。好，第二次反过来的时候将它们吸进去。所以，首先我们讲这个毛刷，实际上首先就是在那个制作这个镜头的同事将这个镜头 K 好之后，你要根据它的这个做好的这个镜头运动去做这个动画嘛。所以，但是这个毛刷实际上，毛刷这个运动是由我这边来制作。我一开始是用的那个模拟的方式，就是 Vellum Hair 的方式，但是我发现它可控性很差，所以这个地方实际上我是用手 K 的，就是哪个地方碰墙，然后我给它 K 一下，扭曲程度高一点，然后回过来再给它返回来，是吧？这都是我手 K 的。然后这个也是点的模拟。这个点的模拟的话，我想一下，我当时就是当这个东西，这个给了一个属性吧，这个毛刷给了一个属性，当靠近这个点的时候，当然你首先要将垃圾分成两部分，是吧？第一次扫进去跟第二次扫进去，第一次扫进去的就是当这个毛刷靠近的时候，你会赋予它一个属性，当它这个属性等于1的时候，那么它就受到一个力这样吸进去一个力场。然后第二次就是用第二次的毛刷，也是赋予它一个属性，碰到它的时候给一个属性，然后它同样有一个力场往里面走。注意，这也是点的模拟。像这如果你不用点的模拟，用钢体模拟的话，就会很麻烦，是吧？也没有必要，是用点的模拟就可以了。关于穿插，其实你一个俯视的镜头，你看不出来它跟地面有多少穿插的。然后这个的话，这个镜头渲染的不是很明显，实际上是，毛发的话，就是使用的这个 hair generate 在这个地毯上面生成这个毛发，然后我们通过这个 vellum hair 加 vellum solver 去模拟，得到，然后它有一个向下压的一个效果。双向清扫，灰尘无残留。包括这个的话，其实也不是很明显。这个其实就是给了一个什么样的模拟呢？就是当这个扫地机靠近的时候，这个地毯上的毛就会开始运动。同样的，还是我们讲的，就是当你靠近它的时候，你就赋予它一个属性。当它这个属性等于1的时候，它就受这个 pop wind 的这个力场的影响，那么它就有这种飘动的效果。超薄机身设计，全屋丝滑穿行。你好，银晶，定指令。然后这个的话，就是我之前讲说，流体模拟当中经常会有遇到的这种应用，就是
你就是像这个的话，它有一个消失嘛，是吧？消失的话，其实这个地方也是做了2次，就你没办法控制的非常精准，是吧？你刚好这个水完，这个也流完，所以做了2次。这一个是管道的流完，然后第二个是这个水慢慢变少，就是所以你一开始的话，这里面就要有水源。像这个的话，因为不好控制，所以这个实际上是这个同事后期做了一个消失的一个材质消失的一个方案。然后这个也是它的显示也是用，也是一个材质的一个显示，是吧？就是那个，然后同时中间给了一个立场，一个旋转立场，因为中间有一个东西在转嘛。然后这个也是分开做的，管道里面的水也是分开做的。就是我们像这种镜头的制作，其实最麻烦的是什么？最麻烦的不是特效的模拟，最麻烦的实际上是这个模型的处理，因为它有碰撞嘛，而且这种工业模型里面零件特别多，所以你大概有70%的时间，70%的时间你是在处理这个模型，这个碰撞。自动冲洗所有脏污链路。然后这个是烟雾嘛，这种烟雾的话，其实你想要达到这种效果，其实比较快的方式就是你要使用点让它充满之后，然后将这个点变成烟雾即可。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方法，这种可控性最高。然后这个的话也是分了2次吧，我想一想，分2次，就是第一个是上面这个就是这个滚刷上面有这个水流动，然后这个的话，这个流水我不记得是不是我做的了，但是这里面的水是我做的，反正这种情况你一定不要一次模拟，这一次模拟很麻烦的。你这个实际上这个也是我因为之前做过的特效嘛，直接把那个方案拿过来了，就是绕着这个滚筒有一个水，分成很多的发射源，沿着这个滚刷开始运动，然后这个水就是等于是另外的第2部分嘛，是吧？然后这个第3部分就是这个流动的水，你看这个也是，就是绕着这个很多发射源，绕着这个滚刷开始运动。像这个的话，这个绕着这个滚刷运动的话，就是我们需要给立场去给严格的立场，沿着发射源，是吧？通过那个find the shortest path， 通过那个寻找最短路径，是吧？得到这个样条，将这个样条转为立场。然后这个的话就是这个单个来说很容易啊，就比如说这个特写的，实际上就是这个球体做了一个属性的消失，然后这个属性的边缘来发射粒子。比较麻烦的就是你需要对场景中多个物体去制作，就是同时会将这个镜头的一个大概的一个这种布局发给你，比如说它大概这个画面中有这么多球，然后我就是基于这个球通过 for each 的方式，然后做一个时间的一个错开，然后属性的一个消失。其实也这个东西我制作起来是非常快的，但是你要理解，就是因为你是通过 for each， 你并不是只做了一个其他的通过那个各种方式去克隆，这样就是对制作的同事来说的话就比较麻烦嘛。他如果只是已经搭好模型了，然后给我的话，我去做的话，那他最后拿到这个成品之后再去渲染就很方便，是吧？这个就不用说了嘛，就是在这上面克隆样条，是吧？当然你这个也是使用的 Hair Generate， 然后做一个简单的一个 Pop Event 的一个模拟。这个的话也是一个样条的模拟，是吧？沿着这个方向，是吧？做立场，然后最后克隆也是使用几种不同的物体克隆到点上。
AI 火器人强经营，这就是这个片子。有机会的话，我可以把这个整个的一个制作再详细的分享给大家。好，我们再来看第3个片子。这个片子的话，我们看一眼。这个片子应该是一个比较经典的一个耐克鞋的一个展示，同样也是这几个软件。这个片子应该是前几年，我看一下，22年，已经有3年多的样子。第一个的话，其实就是我们说的爆炸图嘛，但是它在运动的过程中，它是有很自然的这种布料模拟的这种情况，是吧？所以像这个镜头的话，我们首先要做好这种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你在初期的时候，你就要你在进入模拟之前的 SOP 层级的话，你就要做好这种动画，就是你这个鞋子已经分开很多层了，然后从4面8方运动过来，然后有这个动画之后，你再进入模拟，然后根据那个运动的时间段，你去控制这个它的这个，比如说它在飞过来的途中的话，前面的话你就给一个 wind 是吧？然后最后的话，你要让它保持成这个形状，也就是在你模拟完之后，你可以通过 blend shape， 就是我在之前讲过的，通过 blend shape 让它完全恢复到这个正常的这个鞋子，不要有这个运动，不要有这种晃动。然后这个鞋带的话，你可以是它做好这个本身绑好之后，然后你可以拉着一边拉出去，然后做一个模拟，这些碰撞，其他的都是碰撞体，然后这种就是最后做一个反向嘛，对吧？就包括最后成这个样子，也是通过后期通过 blend shape 之后，让它变成这个固定的一个形态。这个的话就是将它首先通过那个破碎的方式将它分成3段，然后给一个旋转，旋转就是分开旋转嘛，或者说旋转有一个前后的一个偏移之后，你像这个的话开始用这个属性的延伸的话做一个材质的变换，是吧？变成这种金属的鞋子。这个也是这个属性的属性，这是你可以类似于这种给一个片的属性，就是比较不是那种蔓延型的，就是这种很均匀的这种属性蔓延过去，然后上面有很多点，同时其他部分就是四周也很多点，通过这个点，比如说这里有个点，对吧？这里有个点，它们的点 ID 值是一样的，还是通过 add 将它们连接起来，是吧？它就有这种。有一根线之后，你可以在上面撒点嘛，随机撒点，然后再给一个金属的发光的一个材质，它就有这种光源的效果。情况一下，这个应该就是角色动画的一种这个其实就是VDB 的生长嘛，或者直接属性的生长嘛。像这个的话。这个我在我自己的一个项目里面也使用过类似的一个镜头，是吧？就是开头也是这样做的，对吧？就包括这个地方的一个像这种，这上面的线呀，也是我刚刚讲的，
add 相同的 add 那个 ID 值，然后通过 add 将它们连在一起，是吧？这个也是属性的那个延伸，然后边缘在属性的延伸的这个边缘给一些那个这个线，将一些那个这种形状的这个东西克隆到这个点上面，就是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是吧？这个镜头应该是这个片子里面最复杂的，就是我大概想了一下，它应该是怎么做呢？就是它使用到的是那个 Vellum 的 attach 这种方式，就是在模拟运动过程中的时候，让它就有2个鞋子嘛，左边一个鞋子，右边鞋子，让右边的鞋子 attach 在左边的这个鞋子上面，然后它会有一种怎么说呢？就是 attach 之后，它会有中间有那个 constraint， 就是约束线。我们需要后期把这个约束线提取出来，然后做一个属性，就是给一个 resample 就是，但是将这个 resample 映射到 p scale 上面，让两边的这个 p scale 大，中间的 p scale 小，最后将它包成这个 VDB， 再变成模型。你大概就能达到这种拉扯效果，因为你 constraint 就是那个 attach 拉扯力度过大的时候，这个约束线会断掉嘛。那你包成这个 mesh 的时候，它一样有这种断掉的效果。这个应该要经过很多的测试。这个就是这个简单的一个 Vellum 的一个模拟嘛，给一个向上的一个风力吧，类似于中心的给一个风场，只大概持续几帧，然后让它往上。这个也是一个属性的延伸，对吧？但是它这样一愣一愣的啊，你可以说怎么说呢？就是像它这样一愣一愣的，它不是那么精准的，就很自然的这种延伸的话，就是使用这个破碎，让它变成很多的碎片，然后将这个把它变 assemble， 就是让它打包之后 packed 之后做一个点的延伸，最后再返回 polygon， 它这样它就等于是碎块一块一块的长，它就有这种效果。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理解啊？反正如果你对破碎比较清楚的话，打包是吧？你就能够理解我的意思。它是通过点嘛，就是打包的点来做延伸，然后将这些打包的点延伸动画之后，再转为 polygon， 对吧？它等于就是一个碎块一个碎块这样的一个生成。这个就不用说了，这个也是变成碎块，然后给一个这样的一个属性映射，从这儿慢慢变成0嘛，然后1这样映射过来，然后但凡这个属性等于1的时候，它就收到这个立场，它有这样的一个运动，是吧？同时的话就是边缘给一些发射，给点作为那个发射源，给点 pyro， 是吧？这个就是我这个镜头一模一样的制作方法，是吧？也是属性的映射，然后边缘给一些这个线，是吧？一模一样的。这个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视觉的一个变形吧，就是在这一帧的时候，重合帧的时候，是吧？这个汽车开始显现，然后下一帧的时候，鞋子消失。然后车开始放大，对吧？好，看一下这个，这也是属性，是吧？属性延伸，是吧？属性延伸开始生长毛发，它这个延伸都不是生长，它这个应该是一个材质的延伸，然后还是我讲的，当你这个属性得到延伸的时候，属性等于1的点受到立场，是吧？受到立场它就会有运动，对吧？
然后这时候给一个这边的一个风力，对吧？这个方向的一个风力，这个方向的一个风力。然后也是属性的延伸，对吧？当你受到这个属性这边属性满足条件的情况下，它这个固定在这上面的底部是吧？底部的点它就不固定了，不是固定了，就它 stop 等于0嘛，然后它就开始沿着这个风力开始运动，是吧？这个也是，这个都是用到了很多属性的延伸。它这边就是一直是这个方向的一个属性的延伸，然后做一个破碎嘛，布料的破碎。像这个的话，这个应该是后期做的一个拉伸，我这边都是一个后期。然后这个相对就比较好简单了嘛，就是它会中间有一些那个架构的部分它是固定住的，然后其他部分它就是做布料的一个膨胀，做 volume blue 嘛，做一个气球。然后这个也是可以使用 blend shape， 让它慢慢的恢复到原来的这个鞋子形态。然后在一些尖锐的部分是吧，一些比较过度比较大的部分，我们作为一个发射源，发射这个烟雾。这就是这个片子，然后我会将这个一些测试的文件放到我的相关一些平台，希望这期对你有帮助，谢谢。